官网营收只占14%，2025年小品牌该不该死守品牌官网这个独立的通路？就你只有一个啦，用官网在卖。嗨，我是电商 Tony 陈，电商情报站这个系列，我们会比较深入的分析一下电商市场聊一下我所看到的产业变化或未来可能的发展。那我们上一支影片讲了虾皮推出当日到货服务，我觉得讲的还可以，那个留言激起千层浪。那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这集我们来聊未来电商经营，不要执着官网吗？那我先讲一下前提就是前几天Trade或是 FB 都在疯狂讨论这件事情我能找到最早的源头是这个如果你知道更早的，欢迎底下留言补充。然后这个网友也具体的讲出是在哪个地方讲的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来念一下。陈宗贤教授的说法，未来电商线上经营要用平台，不要执着官网。你看这是原文不是我乱讲那他接下来要解释，过去品牌都想建立自己的官方购物网站，但现在消费者习惯 one stop shopping 一次购足，更倾向在大型平台一次解决所有的需求，而不是特地跑去某个品牌的官网下单第一，流量在哪，生意就在哪；第二，平台才是未来。别过度执着于自己搭建的系统。好，这是他的看法那我们先不评论，我们先讲一下这个陈宗贤教授是谁。好，那这是一张 SAT 的讲师介绍，联盛集团创办人，然后主持71家企业，这有点诡异啊。他一年主持一间也不会到71间啊。但我们不评论我们看一下联盛气管，就他们品牌官网的个人介绍。好，看起来很清楚了，他的技能都点在企业管理上，我没有黑他他自己写的亚洲的彼得·杜拉克，那彼得·杜拉克就管理大师嘛，那个商学院都听过，所以他自己的定位也是这样。再来，你要知道这个说法有道理吗？我们再来看那个电商业界的人士还在第一线服务的人士，蛮有名的小黑小黑邱玉婷的说法，内容比较多，我简单摘录一下。小黑的说法是说，同意这个观点那他拿出来的数据是 Google 在2021年发布的智慧消费关键报告，消费者过去3个月购买快速消费快消品的管道中有 67% 来自网购，然后再进一步拆解品牌官网仅占 14%， 品牌自有 App 只有 9%， 所以整体市场来看，品牌官网的销售成绩并不是那么亮眼。这个要说一下就是他这个是美国的报告美国报告就是美国的系统，美国的生态啦。那美国是独立站很厉害的地方我举例，像中国跟美国对比，独立站官方购物网站在中国根本发展不起来。为什么？那个淘宝、京东、天猫、拼多多，你怎么玩？就是它根本没有那个发展的图可是美国不是这样美国有 Amazon 那现在当然有 Shein 有那个 Temu 啊TikTok 小黄车，但没有的时候独立站也是半壁江山换句话说，是在独立站最旺盛的美国美国人就这样，他们很习惯去那个品牌的官方购物网站，然后去下单，然后去等这样，不像我们台湾现在也开始说我要虾皮要一次买完，某某要一次买完这样所以他这个报告我要表达的是已经指出了这个是独立站最旺盛的国度那还是只有这种表现，所以其他地方会更低这样。好，那光看这样子的报告我们要放弃品牌官网了吗？这一点他也是持反对意见的。你看我画红线的地方，他写不要执着官网，不是叫你放弃官网而是提醒你不要只靠官网就是要多通路混着经营全通路混合经营。所以他在这件事情的看法是，官网还是要做但是不能只做，还要进全通路那再来，我跟你分享我的看法。先说以下看法都是我个人意见你可以不同意你不同意的话就留言讨论看看我先说结论我觉得我认为这个陈宗贤教授的说法只能说部分对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企业成就，反正就是他有服务的企业，我随便念几个：宝岛集团、阿寿皮鞋、一枝香、真纪麻薯、味丹，好，知名企业。最小的应该就是那个一枝香一枝香你知不知道那我去查他的104，员工人数96人，这个数字会浮动嘛，所以他也算100人企业。好，这就是问题了。今天陈教授都是服务100人以上企业，对他来说，品牌布局全通路这件事情叫什么？很正常。对啊，你100多个人，你要抓1-2个去负责某某的上架官方网站虾皮都要上一上，这件事情很正常。
因为那些大公司资金都够啊，人力都充足啊，而且你看我们刚才讲的这几间，哪一间不是实体营收通路远大于线上的？你网络下单去买宝岛眼镜还是阿寿皮鞋，你会这样买吗？很少嘛。你会网络下单去买宝岛眼镜吗？几乎不会嘛。我不是要酸或呛这个教授，我要表达的事情是他所在的市场环境、客户环境跟我们一般小电商遇到的环境真的是差很多很多。一大堆的电商品牌是怎样？我说刚创业的就是家里仓库就是堆到天花板，就这样，然后自己出货。有一点规模的，大概就是搞5人团队就可以把电商做起来了。然后通常是老板自己兼职在那边投广告，因为营收没有到的话，他没办法养一个全职的广告投手嘛。那仓储什么的外包，也就是说这2种电商模式量体真的差很多，它体质就不一样。那你今天叫这个5人团队好去做全通路布局 ，App 都要有，都要顾，你怎么弄？不能够只靠品牌官网怎样怎样的。我跟你讲，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人手上就已经被限制住了。我跟你讲5人团队硬去做这些事情会发生什么事？会倒掉。那平台很贵呢，那平台也要维护的费用呢，年费呢然后抽成然后你的人力真的是顾不过来啊。你没卖起来就算了你有卖起来，你的客服你怎么顾得来光客服你要多聘1个人，这个5人小公司就会倒呢就这样呢，非常的吃紧的状态你找这些通路上架，他要压货的呢这不都是现金库存嘛以前是寄售，卖不好你退回来，然后现在搞的都要进仓，因为大平台跟人家保证24小时到货所以你要进他的仓库。小品牌电商都没有能力支持多线作战真的是这样银弹就是不够啦。然后你说，那你就是尽量供货给同一个平台，我跟你讲，这个死得更快因为你就是任人宰割。像我这影片讲的虾皮不就是这样吗？他现在就是已经足够大了，然后他后来变相的去要求卖家的出货速度然后后来直接要掉你的什么不毛利呢、净利呢然后还不能不给，不给的话他就是扣点，扣点的话就是让你的商品在搜寻结果找不到那业绩会受到非常大幅的削减，这样好啊。这个连虾皮都有做到亿的卖家都已经倒了所以虾皮的时代很好，草创时代很好赚钱的时代都已经过去了。以前你只要会买淘宝卖虾皮就好了嘛，然后进阶一点去那个1688买嘛然后这更进阶一点找专业货源什么台州开山网，然后你就来卖虾皮。现在这个东西行不通了，虾皮它不给你，那你也没办法那你咬牙也要上，这就是单一通路的巨大风险。所以我一直以来的建议就是，你还是要有品牌官网来分散风险。而且你是品牌，你没有官网，这是像话吗？那就会什么？那就是人家去查你的资料都是别的品牌在骂你的 FB都是什么什么新闻提到，那莫名其妙必须要有自己的品牌官网，分散风险以外，想办法把消费者都拐成你官网的注册会员我当然知道小黑讲的品牌官网仅占14%，品牌自有 App 只有9%的营收，有这个现象。但是你要想，那是实拿呢，你不用再额外付上架费呢你实拿这些钱呢，而且那个仓库对你来说就是你自己的地方，你不用再额外付那个仓租呢。然后你说有没有靠官网就赚超过14%？有啊，绿藤生机我不是也拍过吗？靠官网做到50%的营收，所以他们就不会担心怎么样被通路绑架。但我们还是要老实讲绿藤生机这种不是一般人它不是凡人，不是每个品牌电商都可以做到这种等级的。可是至少你有自己的品牌官网你可以避免被平台吃死死的这种风险你要怎么把消费者拐成你的会员他本来在虾皮买，然后跑到你官网买那这个就是品牌官网之路这边要去解决的课题你可以先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之后会陆陆续续拍这件事情这技术活啦我先给你2个例子来，第一成品，第二绿藤生机这都是我认为在做会员经营上执行的相当不错的范例你可以去抄他们的答案。最后你要知道你该怎么做好，我们就来讲，如果你是小品牌，你该怎么做那大品牌的部分就不特别讲了，你就是去发展全通路就对了，然后让这些通路的产品之间不要重样，或是都是重样的，但是默默在卖的是3路组合包，然后虾皮在卖的是5路组合包，这种不同的通路不同的组合，不要让他们彼此竞争，然后大家都这个虾皮最便宜，都跑去你的虾皮买就这样，这也会害到你自己的实体通路布局，变成说消费者走到店里面，然后去逛街，然后去手机直接查，然后直接下单，就这样那你品牌那么大，也不用我讲啦，里面都会有相当多的高手告诉你说公司应该电商要怎么经营
哦。那我们还是把重点放在小品牌哦。小品牌怎么做？先说结论，在这个时间点哦，我讲的是2025的上半年哦，有可能到下半年，那看情况哦。就是现在大通路之间还在对干，还在大战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归在旁边猥琐发育就好哦。coupon 在那边占某某啊，然后虾皮那边一人占全部啊，哦。然后外国的虎视眈眈，你看那个淘宝哦，99人民币免运呐哦。那它补助是有一个截止期间呐，不过我看大家都没有在信道的哦，那继续照买，养成那个习惯，继续会在淘宝下单。大战的意思是说哦，他们现在在争谁当老大哦，那是神仙打架的局面呢。你凡人被插到哦，那个非死即伤，所以我们站旁边一点哦。然后一些比较小的通路哦，你要慎重经营，因为他们必然会被波及到。例如说这篇新闻讲的，台湾知名电商报倒闭，欠债逾200万，官网关闭。负责人骤逝，哇，挂了嘞！消费者讨不回钱，才200万就倒了。我不是说200万不多哦，而是说200万在一个颇具规模的电商公司来说，这真的是一笔小钱。你卡一批新的货就没了，你知道？这个情况就是小电商平台的状况，它体质并不好哦，然后钱也没有像陌陌那么多啊，有个风吹草动哦，就是直接受到重创。而且现在不是Trump在搞关税吗？搞到现在台股跟美股哦，看起来就是有点凄惨啦哦。那电商的营收势必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会建议你的做法是，你就是归起来，慢慢做你的品牌官网啊，然后把客人哦都看怎么样抛出什么诱因转移到自己的官网哦手上好，或是你的 LINE。某某这种大通路它不会倒啦哦，所以你还是可以做，只是你要评估好自己的风险，并且我也建议你要认真考虑布局线下这件事。不一定要去开实体门市哦，你可以去做百货花车啊，文青市集摆摊啊。文青市集摆摊这件事情哦，你要去了解一下，因为它是实体通路最便宜的手段哦，最便宜的手段，你又可以看到消费者，而且人家办那个市集会宣传嘛，会把消费者都 call 来这里，所以你只要专心销售就好了哦，而且摆那个很好玩哦，然后那个女生很漂亮哈，都打扮的美美的来逛文青市集哦，我这个平常没事我也蛮喜欢去的。好，那你就营造出你在线下哦也卖得很火热的场景，开直播哦，然后把这些画面变成你的行销素材，边直播边卖也可以。人家就是说，哇，这个高雄美术馆这边的文青室好漂亮，好好看哦，好热闹哦，啊，我也想买，啊，怎么买？啊，你的 IG 限动里面就给他连结导回自己的官网，就是这样哦，就是这样。好，这些都是做法啦，但你还是要想办法去搞到便宜的流量就对了哦。那便宜的流量，我自己之前演讲的时候也讲嘛，让自己红哦，做自媒体让自己红，你可以得到优质的免费流量。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未来电商线上经营是要用平台，不要执着于官网吗？那我先跟你分享了陈宗贤教授的看法，他是认为消费者更倾向在大平台一次解决所有的需求。而不是特别跑去某个品牌的官网去下单，所以应该要把重心放在大平台上。那小黑业界电商业界的名人他的看法是不要执着官网，不是叫你放弃，是提醒你不要只靠官网，你还是要搞全通路混合经营。那这比较接近我的看法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我们不能说陈宗贤教授他是错的，因为他都服务了100人公司大品牌啊。那大品牌的销售跟实力跟人力资源本来就是撑得起这种多通路啊所以就是平台，因为他服务的公司中小企业比较多，也有大企业啦那中小企业的话，你看就没有哪几间中小企业有那个实力去做这个多通，你有这个实力资源，你去做多通路，你为什么不去摆摊、摆花车、摆市集？那个直接就是线下去捕捞客人了。然后这边讲一个小八卦，就是如果你要研究电商品牌经营的话，我真心奉劝了，你不要去研究太大的牌子，学生做报告很容易出现这个事。Nike 品牌官网经营，人家都能用发动那种流行音乐天后来帮他站台，就不是我们小电商的手笔嘛那通常大品牌电商营收，请问是占它营收的大部分吗？我跟你讲，都是很小的部分。那如果那么小，为什么他们还要盖自己的品牌官网？就是多方面，反正你是一个牌子，你没有官网，然后你唯一看起来像官网的东西是 FB 粉丝页，最近更新还在6个月前，这不是很奇怪吗？人家以为你倒了现在可能官网技术很成熟然后也相当的便宜你继续买嘛，那你就买一颗，然后放着慢慢更新，有客人就有客人那没客人的话，你就做会员收集容器，
你初期你经营的主力你要放虾皮哦，虾皮虽然大家都在骂，可是离开虾皮你能去哪里？好，那就练习慢慢把消费者拐回自己的官网这条路啊，这样走的比较长久。不然我换个问法，你觉得虾皮在2025年非常的畅销，非常的厉害，2035年的时候虾皮还在不在？你觉得在不在？这件事情就是个问号了，对不对？谁知道淘宝又怎样？哦，谁知道SHEIN又怎样？谁知道 TikTok 小黄车又怎样？可是你自己官网就撑在那边了，对，所以长期以来，它必定会存在的通路就是你家官网，然后它是你放会员的地方。把它经营起来，慢慢经营起来。中小品牌会更认真看待品牌官网的经营，这件事情是必然的，因为就至少这边我都自己可控，所花费的资源并不会那么多嘛，所以品牌官网还是有它的一席之地。讲回来我对品牌该不该执着于官网这件事情的看法是，大品牌化去做全通路，你就不要让通路之间彼此对干，你自己打自己干嘛？那你是小品牌小电商的话，你就是把重心就放到自己的社群媒体跟品牌官网上，因为通路现在在大乱斗呢，他们还没有分出胜负之前都蛮危险的。那当然你要去上一些什么 Momo 大通，它现在有 Momo 店家嘛，就是让你散户你自己去出货的。那消费者不是很喜欢，因为要等的时间会久很多嘛。好，你要上这种大通路没什么问题啊，Momo 它不会倒。但如果是一些比较小的通路平台，又要你压货是很合理的因为他们要去跟大平台对干嘛，他们就会希望跟消费者保证到货时间。你要去经营一些比较小的压货的通路平台你就要小心一点它可能会被大乱斗扫到有倒闭的案例啦，对不对？所以我的建议是，不如就趁这段时间优化一下你家的品牌官网行销策略，然后认真考虑去线下摆摊。摆摊我讲摆摊不是开店摆摊是因为摆摊的成本最低。你自己去看那些文青市集，那个摊子整理起来，那个帐篷一搭漂亮的灯串一放那绿植一摆其实氛围也是非常的好那成本最低的吧你就付那个押金然后就有一个位置让你摆，你自己还布置，你去摆看，你去看看你的消费者都长什么样子。这个我以前也拍过，就是未看现在跟你想象中差别非常的巨大。你以为你的消费者都是年轻正妹你真的去摆，这个我聊过，你真的去摆，你就会发现根本就不是想的这样，就是带小孩的妈妈为什么他们才有钱啊，他们才有预算啊那你在线上的经营 IG 的布局全部都往年轻正妹这边方向去钱就歪掉了。我跟你讲，你能做到像绿藤生机这样一半的营收来自官网，把会员经营的如此的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很厉害会员经营的业界的典范，那你就可以怎么样？就无视外面通路大战纷纷扰扰嘛。他们爱战就是战，反正我就是顾好我的会员嘛，然后用 EDM 嘛，用 Line 嘛，去跟我的会员做沟通嘛，就这样。那你当然就过你的小日子就可以了。好，讲八卦讲八卦。在 Cybex 我们是做线上官网的系统商，然后也有线下 POS 也有仓储对。但我们从来不会说什么你就不要去通路你就没有现在看起来是要一起弄就是要一起的，没办法了。只是说在通路上做生意，你的最核心的会员资料会是人家家里的，就别人家的会员。你想想看，那个 Momo 一张订单假设来自3个供应商都是这个账号买的就 Momo 一起寄嘛，对不对？真正拥有资料的是谁？是 Momo 所以 Momo 会对这些会员怎么样？他的消费者怎样做再行销？他买了碳酸汽水，又买了保健食品，他又买了宠物的什么东西？宠物的猫粮。OK， 好，他买了这3样东西，他应该有养猫吧？对吧？接下来他就会收到那个宠物用品相关的一些促销券coupon 券。好，这个是大平台经营的方法。可是你看假设你是宠物的店家好了，Momo 把折价券打给那个消费者他打你家的吗？不是啊，对不对？那个就是 Momo 自己的经营会员是谁的？是 Momo 的，它不是你的。Momo 一定知道消费者现在在订购的东西叫黑松沙士为什么他结账的时候问你是不是 Momo 会员？他为什么不直接问说你是不是黑松沙士会员？对不对？所以请问这个会员是谁的？Momo 的，会被拿去做反复的再行销。好，这件事情如果是平台，我当然是这样子做。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就会员资产不是你的那我们做品牌，我们都是希望跟客户建立长期的关系嘛，不要那边做一次生意嘛。好，那你长期的关系你会员资料你不捏在手上，那你要怎么经营？对，所以
品牌官网吼，你换另一个角度看，它是存放你会员的容器，不然你要怎么放？你拿个小本本那边记来姓名、电话、地址、身份证字号，怎么可能？那谁会给你？他们说啊没有，你看我都用赖，好，你会这样讲，就是你没被封过号哦，那都不是自己的东西哦，真正的真实的自己的东西还是官网里头躺的姓名、订购人哦，然后地址啊这些东西，因为你要寄货给他，你连他地址、联系电话这通通都有。好，那久了以后，这就是你的强劲的会员资产。你以后需要什么业绩的话，再对他们去经营再行销哦，请他们去好友介绍好友就好了。你好好的去经营你的会员哦，就可以经营出你的长期饭票，而不是好像在大通路上就输赢一波这样。哦，真的现在大家抢什么货，大家都没有，只有我有，我去抢。可是你去通路你也赚不到什么钱，好不好？我们讲说某某啊，那种大通路都是这样，出得了货赚不了钱哦，它就是让你的生意会动起来，你的报表会有流水数字，你银行好贷款大概就这样。那你真实要拿去比较高的毛利哦，还是要回到自身自己的销售跟经营，比方说官方网站哦，比方说你线下的摊贩哦，花车或是街边店，才会拥有比较高的毛利。以前哦，为什么要做线上？因为线下获客太贵啦，获取客人哦，获客太贵啦，所以我用线上。线上的以前早期的客户取得成本哦，一个客户取得成本几角钱而已，那现在呢，线上的获客哦，已经比线下还要贵很多了。我自己的体感是这样看行业。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考虑回归去处理这个线下门店？你不用全省都开啊，你就开一个，比方说我在高雄，高雄开一个旗舰店或旗舰摊啊，每6日才会出来啦，这都行哦。我就是有，那一旦有了社群媒体啊、直播啊、干嘛的啊。哦，然后就这样全部抛上去，好，就营造出一个哇，这间店好好哦，好漂亮哦，哦，那我也想要去逛，可是在高雄好远啊，不然我看一下它有什么在卖好了，就搞这个东西，好，大概就是这样。品牌官网好，归根究底是你家自己的基地啦，你全部活在大通路会发生什么事？像虾皮啊，年营业额过亿的卖家都挂了呢，按你说他为什么没去经营品牌官啊？就一个通路在这么好赚的情况之下。怎么会有时间精力去处理这东西哦？所以你自己的基地把它顾好哦，这是长期的饭票，也是你的命根啊！不然就大通路大战，你站错边，大概就 G 了呢。这些东西我们都看过，所以分享给你。现在的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激烈，除了你熟知的虾皮、PC 和 Momo 以外，外国的电商平台也对台湾虎视眈眈。除了酷鹏大军来袭，还有虚印、抖音小黄车、全球速卖通、Temu， 他们都在偷偷伸出触手，要来抢台湾市场。而对于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说，最可怕的是，现在这些巨头在神仙打架，你只要被插到一点哦，非死即伤啊！所以我建议你啊，快点跑啊！再晚一点，你可能都被逼着参加斗价钱的战场，想逃都没有办法逃。只有盖好自己的品牌官网，培养自己的忠实会员，才能够创出高的毛利哦，这才是避免伤亡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个实力坚强的电商系统来帮你架设品牌官网，我推荐你 Cyberbiz。我们除了官网仓储跨境 POS 能一次搞定以外，现在还能够发动电子票券啊，或是30分钟机车快速到货，让消费者更难抗拒你的行销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品牌都喜欢配合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原因。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你就填写资讯栏的连结。好，那填完资料以后，我的同事会跟你联系，电商相关的问题应该都回答得出来，因为我们经验蛮丰富的。最后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电商资讯给你。我是电商通灵城，我们下集影片再见。